你说印度很穷吗？人家亿万富翁可是亚洲最多的，花起钱来更是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。10几亿造的房子，因为不符合风水就空在那里，花2亿美元就会给女儿办个婚礼。但你说他富吧，别说是10亿豪宅了，能有个草棚都算是奢侈的，连上个厕所都得和上千人共用一个大坑。印度的贫富差距究竟有多大呢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印度位于南亚次大陆，与中国、不丹、尼泊尔、缅甸、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接壤，国土面积约为298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14.2亿人。最近几年，印度的经济发展的好，成为了第5大经济体，把原本的宗主国英国给压在底下。同样的，印度也成为了生产富豪最多的国家之一，亿万富翁整个亚洲就属印度最多，年均能产生18名亿万富翁。而这些人能有钱到什么程度？曾经的亚洲首富安巴尼花10亿美元，在孟买的市中心建了个面积比凡尔赛宫还大，总27楼的豪宅。要知道，孟买作为印度经济最发达的城市，市中心的楼价和北上广深基本没啥差别。而且这个豪宅各种豪华设施应有尽有，什么游泳池、私人影院、停机坪，它甚至还有个4层楼高、冬暖夏凉的空中花园。整栋大楼光是日常维护的管理人员就有600人。就这么一个豪宅，结果因为富豪觉得风水不行，说闲置就闲置，给女儿办个婚礼更是豪掷2亿美元，奢华程度直接超越了历史。对于这些富豪来说，哪怕是普通人，想都不敢想的私人飞机不过就是玩具而已。众所周知，印度只有1亿人，虽然这句话是在开玩笑，但也有几分真。印度亿万富豪多，但再怎么多也和印度普通人没什么关系。就说孟买，印度经济的中心，说是堪比上海的城市。真要说呢，上海比不了一点儿，毕竟上海也没能做到2000多万人口，结果呢，有1000多万人住在贫民窟里。当那些富豪还在嫌弃10亿豪宅的风水时，那些贫民窟的人能住上个草棚都算是奢侈。达拉维位于孟买的亚洲最大贫民窟，不到2平方公里却住的100多万人，在这里没有任何的基础设施，缺水断电都是常态，想要喝水就得徒步走几公里去黑市买水，因为缺少卫生设施，想要上厕所除了就地解决之外，就是和上千人共用一个厕所。大量的垃圾因为没人清理，被随意的丢弃在路边，弄得所有街道臭气熏天，不仅环境脏乱差，里面更是民风淳朴，小偷小摸呢都只能算是小儿科，黑帮在这里呼风唤雨，还和政客勾搭在一起，可以说治安差到连警察都不愿去，因为实在是管不过来，也不敢管。富人的小孩有优渥的生活条件，享受最好的教育条件，而达拉维孩子在这儿可以不上学，但一定要学会怎么从垃圾里分类出有用的东西。可以说印度只有2种人，穷人和富人。可奇怪的是，明明贫富差距大到这种程度，按道理说这会儿就有人揭竿起义，来一首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对，怎么印度穷人反而半点动静都没有，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呢？这是咋回事？一边是住10亿的豪宅办2亿的天价婚礼，另一边是连喝水上厕所都是件难事儿。印度可以说是涝的涝死，旱的旱死，全国1%的人却掌握着全国50%的财富。离谱的是，那些旱死的还觉得自己穷的理所当然，一点反抗都没有。为啥？这就不得不说到种姓和印度教了。印度人呢，可以说是把种姓刻进了 DNA 里，把所有人分成了3、6、9等，而且一辈子定死。高种姓享受优渥的生活，拥有特权，而低种姓则生活在最底层，被歧视和压迫。按常理来说呢，这些人早就应该受不了才对。这时候印度教就发挥了作用，人家就说了，大家的灵魂呢，生来都是高贵的，为啥你会这么惨？别人过得就这么好，还不是因为这一辈子倒霉摊上这个身体，所以才会过苦日子。不过也不是没翻身的机会，这辈子吃苦，那下辈子就能享福了。一顿操作3两下就把印度人给洗脑了，一些人就会认为自己越穷，下辈子就能过上更好的日子，所以印度才会出现这么极端但又意外和谐的贫富状态。如今的印度还号称自己有6亿中产阶层，要知道我国也才3000多万家庭达标，而印度又是怎么办到让1半人成中产阶级呢？因为他们所谓的中产阶级标准是日均消费在2到10美元，换算成人民币也就是14到70块。印度的贫富差距不仅仅是体现在金钱上，还有各个方面，比如说教育。至今印度还有3亿多文盲，有些公办学校连最基本的标准都达不到，想上大学只能靠作弊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财的小手给来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